看着就要去上班了，没有办法松弛的，会变得不幸。56公斤，160公分，我的身材就是真的很普通，而且有非常多的缺陷，本来就不是什么名媛风啦，最无脑可以时尚速成的一个搭配法。逆风，然后上面写 happy， 就连起来就是 be happy。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又是一集久违了的穿搭的内容，我愿称之为普通身材女子的大人系穿搭。大家在穿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问题？研究了非常多穿搭的风格教学，打扮了一番走出门之后，发现别人都穿得很正常，你一个人看起来就用力过猛。又或者说呢，想要获得一些松弛感，穿得上也松下也松，松弛变成松垮，跟着各种各样的时尚博主、时尚杂志买了超多的衣服，结果呢穿起来还是土土的。所以今天这一集呢，要来和大家聊一聊松弛感穿搭，因为常常会有观众在节目后面的留言跟我说，好羡慕我身上的松弛感。那松弛感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当然除了非常多的日积月累的一些内心的建设之外呢，还是可以透过身上的衣服去改变一些紧张和畏畏缩缩的。那我们马上开始吧。第一个误区呢，就是你的衣服比你的情绪更紧张。有些时候明明你心情没有那么的紧张，可是你穿的就会让别人觉得你真的好紧张。比如说你穿了一件浑身上下都非常紧的那种洋装，又或者上身也是紧的，下身的裤子也是紧的，又或者是那种全身的套装，从头套到脚，衬衫的领子是扣到最上面一颗，裤子这边的腰也是把它扎很紧，就你身上每一个关节，比如说脖子的关节、腰部的关节、膝盖的关节，每一个关节它全部都是被束缚着的。那这样的形象呢，就会让大家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好紧张哦。这一类非常紧身勾勒身材的衣服呢，我觉得在有一些比较特定的场合，或者有一些非常明确有 dress code 的场合，还是蛮需要的。比如说像有一些礼服，它就还蛮好看的，紧紧的一整身，可以让你的身材看起来非常的曼妙。可是呢，如果在生活中你真的穿得非常紧的话，看起来还是蛮不舒服的。毕竟我觉得松弛感它有个很大的要义，就是你穿在身上，你的身体是舒服的，你身体舒服了才有可能去找到一些松弛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搭配上，就算有一些衣服它可能会有一些勾勒身材的效果，比较紧身，但你至少要保证身上有一个大关节它是可以自由活动的。比如说你脖子这边是给它露出来的，如果你的腰非常漂亮的话，像现在很多那种短上衣，腰部这边可以露出来一些，又或者你的裤子它是松松的，膝盖这边可以自由的活动。第二个小 tip 呢，就是大家在选择一些衣服的时候，可以去选择一些合身的剪裁，而不是紧身的剪裁。像很多衣服很紧身的话，你包在身上，不但你看起来很紧张、很不舒服，而且会让你身材的一些缺陷也很明显的暴露出来。陈老师刚刚就跟我讲，我结婚的时候，我西装非常的紧身，看起来腿很长，精神很好，很挺拔的那种感觉。纠正大家一下，这叫合身，不叫紧身。紧身是整个包在你身上，合身就是透过剪裁重新勾勒了你的身材身形，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身材更加的好。那既然说到西装呢，西装有蛮多种版型的，很多人在选择西装的时候就会想说，我到底要选什么样的西装？因为想象中那种正装好像都会相对比较切腰、非常紧的那种感觉，那种套装其实蛮好看的。可是呢，如果你在生活中穿搭，尤其当你里面还要再搭一些衬衫的时候，衬衫也有领子，西装也会有这样子的领子，所以就会领子搭领子，就整个会挤在一起，很累看起来。再加上如果你是一整套西装，里面还搭一套那种西装的那种裤子的话，尤其有一些西装裤子它是很勾勒身材，包在腿上的那一种，上也是正装，下也是正装，你说你怎么可能松弛呢？看着就要去上班了，没有办法松弛的。所以生活中如果想要用西装来展现一些松弛感的话，在挑选上也会有一些小 tip。我把西装归了几个大类，我觉得任何西装都逃不出我归纳的这几个大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那种非常正式的西装，非常切腰，会给你包的比较紧的那一种西装，我称为正装类的西装。然后呢，还有一种类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有一些大秀，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大牌都有出那种肩膀超级宽的，就那种巨人型那种感觉。日常生活中可能穿搭的会比较多，就是我身上比较廓形的这种西装，下摆这边都是宽宽的，腰线跟臀部这边的修饰也是做的蛮宽松的一个感觉，但它不会让你觉得整个人是松松垮垮的，这就是我讲的合身，但是不紧身。说到这边呢，大家可能就会很好奇说，那西装的尺寸到底要怎么选？几乎所有的西装，不论是你买正装的西装，还是像这样比较休闲的西装，有一个小 tip， 当你把袖子脱直的一个情况下，看到我的手表是刚好可以露在外面的，就算我把这个拉下来，这里有我的小秘密，大家看到我的这个手腕是露在外面的，可以很轻松的可以看到我的时间。这个就是选择西装尺寸的一个小方法。当然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材去选择，像我本人，我就是手比较短。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们每一集的穿搭系列都是普通身材女子的穿搭呢？就是因为我的身材就是真的很普通，而且有非常多的缺陷，但是就是可以透过一些穿搭的小技巧去把它改
变，就是因为我手很短，所以有一些小技巧，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把袖子拿下来的时候，你们应该有看到我这地方有绑一个小皮筋。我在穿衬衫也好，然后穿西装也好，我都喜欢把这一类型外套的感觉的衣服袖子挽起来，这样可以显得我手稍微长一点，不会整个手就是被盖住。把袖子挽起来呢，也会让本来比较严肃的西装呢看起来就更加活泼一点，更加日常一点。那我个人呢比较不太喜欢那种本来就设计成短袖或者7分袖的那种西装。我在选西装的时候，我都比较喜欢这条线这边它是有一个弧度的，看起来比较高级。一个人穿起来呢，就是觉得又有气质，然后又有松弛。下面搭的是牛仔裤，里面内搭的这个是相对比较贴身的针织衫。最近的天气春夏之交，天气比较不稳定，有些时候可能冷要穿衣服，有些时候热要把它脱掉。我觉得穿它的要义就是每一层都是好看的，就算把这个外套把它脱下来，里面这一套也是很好看的。你每天走在外面，你不知道今天要见什么样的人，你可能走在路上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个你并没有那么想要见到，可是你见到他呢又会觉得说我应该打扮的比较好一点的人。男友没有化妆的时候遇到同事、客户一大堆，大家是不是就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存在？欢迎和我们分享。跟着西装搭配了这样子的一个皮质的小金表，这个深色的颜色又跟西装本身的颜色是有做一个呼应。像这样子的皮质的表带，我更多的会用在一些职场的场合，或者我刚好穿西装这样子的搭配的时候，因为毕竟皮质的东西我不太可能带着它去运动的，它戴起来跟穿西装的时候就特别的搭，整一个造型的一个小点缀吧。然后耳钉这边呢，也是跟小金表这边去做了一个呼应，所以我整一个人虽然穿着黑色的西装，可是看起来我觉得它就不会太暗沉。那松弛感穿搭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松弛过头是松垮。很多人在想说，既然 Anna 说不要穿那种很紧绷的，那我就穿松一点。去年和大家分享过，我爱看的影后的那部戏里面，杨谨华的穿搭，长长的那种 T 恤，然后再配一条波西米亚的裙子，很多人都说哇，杨谨华的穿搭也太好看了吧。在这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杨谨华的身高是170公分，除非你真的是像杨谨华这样子，身材又高，腿又长，人又很瘦，头又小，整一个人的比例好到爆。要不然我真的觉得普通身材的女生，真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会变得不幸啊。变得不幸，因为你很像灯罩啊，你自己以为你很漂亮，然后结果你在外面走来走去，大家看你像个灯罩。所以呢，我们在搭配上尽可能要有松有紧。这个松和紧，我觉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要根据自己的身材。比如说你上身比较丰满一点，可是你的腿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瘦，那你就可以上身去用一些比较宽松的衣服，然后呢，你下身你可以穿一些比较紧的，甚至你下身就穿那种很短的裤子，让你整个大长腿整个露出来。比如说像我身材比较简单的说法呢，就是属于就没有什么优点。全身上下最瘦的地方呢，在我的小腿，不太显眼的一个位置。而且我本人又非常的怕晒，所以呢，小腿我也舍不得让它露出来。所以我最多的穿搭就是穿那种宽宽的裤子。我个人觉得可以把我腿上的一些缺陷把它去盖掉。而且我头特别大，基本上非常窄，我上身很小，就会显得我的头真的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穿这样子稍微宽肩一点的西装，它会让我看起来头肩比会更好一点点。所以我这个人呢，非常吃穿搭这件事情。很多在网络上很红的那些基本款穿到我身上就是灾难。就比如说我身上这一件，就是属于我自己搭配完之后我很喜欢的扬长避短的那种感觉。这样剪起来会不会很像那种美少女战士突然之间变身呢？给我上特效这样子。因为我身上的腿也不够长，所以呢，我就在上身跟下身之间，我是选择不一样的色块，给大家强调一下我的腿的存在。然后呢，再加上我因为生了2个小孩嘛，我的腰已经不如以前这么的纤细，所以呢，我会用上衣的部分给它上面这样遮一下。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你穿比较明显腰线，上面又没有遮挡，整个上面很紧的那种感觉，肚子这边就是会被显出来。可是呢，你就巧妙的遮挡一下，就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松松的。明明这个上衣这么小，可是它穿在身上还是有松的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说他的身体很小。主要是这样看起来很瘦，是不是？这就是穿搭的力量。我一个56公斤的人，而且我只有160公分，不是那种180公分的那种超模。我的穿搭真的是普通人都可以借鉴的。出门的话呢，就背一个这个包包。我这个包每次背出来，大家都问我，这个是很顶。我觉得也很适合去接小孩，去约个会，跟朋友出去玩。那像这样子比较轻松的穿搭呢，我耳环还是会有，就是会选一些我比较喜欢的珍珠的耳饰。然后手的部分呢，如果你的手是那种超级长的手，就是手是没有压力的手，你就可以去戴一些手镯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因为我的手比较短，所以稍微加一些东西呢，就会显得有点太多。所以我在一些有颜色色块的一些穿搭之下，我就会选择说有些时候我就不戴了。
或者如果考虑到功能性，我可能就带个 Apple Watch。因为裤子呢，它已经是短裤了，所以其实腿部的留白有很多，所以鞋子的部分呢，我就有可能会穿这样子的白色的运动鞋，或者是这样子比较有设计感的，就是这样整一个腿部下半身会有一些重点。这是我最近很爱穿的鞋子，你看都已经这么脏了，有一只蜜蜂，然后上面写 Happy， 就连起来就是 Be Happy， 这种生活的小快乐哈，这一身我就是会这样子搭。再接下来的一个误区呢，就是款式或者材质过于隆重，比如说你全身上下都那种亮片，或者很亮的那种漆皮，让人家一看就没有办法忽视的那种上台去打歌的那种感觉，或者是风格过于明显的那种套装，比如说大家很喜欢说那种小香风的套装，名媛风，一整身都是那种套装，你说大家看到你就已经想要正襟危坐的起来，怎么可能松弛呢？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身上的衣服是有很明显的特殊的设计，比如说背后超大的一个蝴蝶结，或者说身上有很多那种飘带，或者绑带一大堆，就是很多很复杂的设计。还有就是过于裸露，那一转身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大 V。那什么样的材质或者材料会让整个造型看起来更加的松弛呢？我自己的爱好就是会去选择像真丝、亚麻这一类比较天然的材质，在你身上你的感觉触感是非常明显的，很舒适的一个状态下，你整一个人也会散发出来一种松弛的气质。在购物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些材料它做的非常像丝绸的感觉，摸起来一样是滑滑的，然后感觉上比较凉凉的，可是那种是人造的，那种人造的材质其实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穿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可是如果你要作为日常，如果是我自己的选择的话，我不太会去选择那样的材料，因为其实那一类聚酯纤维的材料闷在身上的感觉其实很明显，尤其是夏天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我给自己添购几件亚麻的真丝的衣服在衣柜里面，在你有一些需要的场合拿出来穿，我觉得真的是还是蛮值得的一个投资。但有些时候我们就会买到一些比较 lady 的衣服，真的很漂亮，可是又苦于没有场合穿，因为很害怕穿到身上就显得我自己好像太隆重了，会吓到朋友的那种感觉。我自己的办法呢，就是去做风格上面的一些混搭，去用一些比较中性甚至机能的一些风格，跟这种 lady 的风格把它搭在一起，就会让整个风格看起来呢侵略性没有那么强，不至于让别人觉得你用力过猛。好，又变身了，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做一些混搭。看上面其实是一个机能衣，它是一个布劳森的外套，然后下面呢就是纯真丝的一个中长的一个裙子，这样子真丝的裙子如果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我都会穿，搭一个比较正式的衣服。平时呢我就会选择这样子跟休闲一点的衣服搭在一起，其实上面它可以是一件长袖的 T 恤，可以是毛衣，也可以是像我这样甚至是机能的外套。其实今年的秀场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家品牌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穿搭，我这边还搭了这样子非常隆重的耳环，而且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再搭一顶棒球帽，这样的一整身搭起来呢又休闲又精致，不经意的又透露出一种又不差钱然后又好轻松的那种感觉。身上呢有相对比较快时尚的机能外套，然后呢也有真丝的裙子，衣柜里面有一些你买来之后找不到场合穿的一些衣服，其实可以去做一个这样子类型的混搭，可以发现新大陆，搭一个运动鞋也好，或者去搭一个厚底的凉鞋也会非常的好看。我刚刚衣服换到一半，我突然发现这样子搭也还蛮好看的，就上半身是我们刚刚有搭过的这样子针织的上衣，相对比较紧一点，下半身就是刚刚这一条漂漂亮亮的真丝的长裙。如果你有一些场合你又想要稍微重视一点，又想要不给对方有一些压力，比如说你可能去约会，你就可以这样子穿。如果你觉得平底鞋没有办法表达出你的隆重呢，你就拿出你的跟没有到很高的这样子的高跟鞋，这样一整身穿起来呢会让对方觉得你松弛又精致。身上这次呢就是刚刚跟大家聊起的大家眼里那个很隆重的小香风的外套，不过这条外套不是小奈儿的，只是说符合这个风格我们就把它放来这边讲。这条外套呢它的设计就还蛮繁复的，很符合大家对于小香风的理解。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风？我觉得 Coco Chanel 女士也会很问号。我在搭配上呢就已经没有再戴耳环，除了我的婚戒之外就没有戴什么首饰，然后下面呢搭的是这样子的牛仔裤。为什么我觉得大家有些时候看到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名媛风或者那些所谓的小香风看起来会觉得哪里怪怪的？在 Coco Chanel 那个时代呢，其实女生都有非常明显明确的一些服装的规范，比如说腰要怎么束啊，裙摆要怎么做啊，不可以穿西装外套的，不可以穿男生那样子的西
装的裤子的。但那个时候呢 Coco Chanel 它就非常的先锋，非常的新潮，就用了当时男生的衣服上才有的这样子的一些织法，像西装外套一样廓形外套的版型，设计了他当时那一系列大家眼里的小香风。所以所谓的小香风外套设计的初衷，其实是为了体现女性很帅气的一面，本来就不是什么名媛风啦。当我们了解了这样子的设计它的初衷来源是什么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在搭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帅气的搭配，而不是一味的就是把它变成非常 lady 的那个感觉。那我在搭配的时候呢，我就喜欢下面就直接搭这种阔腿的裤子，可以是这样子的牛仔裤，我有些时候也会搭白色的牛仔裤，比较垂顺质感的，比如说像真丝的裤子我都会搭。整身搭起来之后呢，行动是很便利的，不会因为穿了一个这样子的外套之后就觉得说好像整个人被封印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外套的选择呢，我也有一些小 tips 想要和大家分享。首先呢，尽可能去选择穿在身上是软软的，就像我这一件，它其实是软的，可是它也不至于没有形状，它是有形状的，穿起来整一个肢体会更舒展，肢体舒展呢，这个人看起来就会很松弛。另外一个小 tip 呢，就是在剪裁的部分不可以是紧身的，因为有一些这样子的外套，就你穿起来之后它是这样子的，包很紧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好看。就是像这样子刚刚好的一个剪裁，我觉得是最修饰身材，然后也是最适合普通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穿搭的样子。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在追求松弛感路上的第4个误区，就是色彩花色过于复杂跳跃。比如说你身上的衣服穿大红大绿大紫大黄这种很明亮很鲜艳的颜色，或者呢就是用非常多夸张的首饰，然后这些首饰之间呢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是不统一的。像这一些我刚刚讲的全部的东西呢，都是在透露一个信息，就是我最闪亮，我要赢。那怎么样才可以让整一个人看起来更松弛呢？在颜色的选择上，就尽可能去选择那种不饱和的颜色。比如说你真的很喜欢蓝色，那你就选浅蓝色；你真的很喜欢绿色，你就选浅绿色。像我女儿很喜欢紫色，她就可以选浅紫色。像我们刚刚搭配的这个第一套 look 就是浅蓝色加上白色，这两个颜色加起来呢，算是蛮经典的一个夏天的配色。再来呢，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在颜色的搭配上面需要身上有呼应，不要出现太多的颜色，不然你整个人看起来呢会像一棵行走的圣诞树。那颜色搭配法则呢，其实也真的非常非常简单，要么你就是统一的颜色，一个颜色穿到底基本上不会错。这种全身一个颜色的搭配是属于最无脑可以时尚速成的一个搭配法。那如果你觉得同色系全身上下一个颜色太无聊呢，就可以分一些色块，把你喜欢的颜色搭配进去。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是条纹，我觉得条纹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元素，它会让整一个人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松弛。条纹作为内搭也是蛮好看的，轻轻松松的感觉，让一整身的白色好像就多了一点点不无聊的那种感觉。刚刚我们讲到配件不要太复杂，其实我觉得多少不是问题，如果你颜色搭配的好，材质搭配的好，我觉得数量多一点都没关系。像我今天手上戴的一个手表，然后再加上一条手链，可是因为它的颜色它是完全可以搭配在一起，而且它们俩还不是同一个牌子，这样搭在一起我觉得就还蛮好看的。然后耳钉的部分就一样是选这样子金色的，搭在一起你不会觉得说我身上很复杂。所以配件这个部分呢，大家就是记得跟其他衣服穿搭其实是一样，就是颜色材质要做好呼应。很多人在选择手表的时候，就有一些手表它其实比较酷酷的，有点运动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它的表面设计比较繁复，有花体的那种字，或者它可能表盘那个圈有非常多复杂的设计，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欢那样子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穿在身上好像我整一个人都在为这个表面在做服务，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所有的配件都是为我们整一个身上的穿搭在做服务的，就是点缀就可以了。所以我更加喜欢这样金配金，或者银配银，或者珍珠配珍珠这样子的感觉。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松弛感穿搭的4个误区。不知道今天分享的哪一套 look 是你最喜欢的呢？也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单品，包含像这些小首饰，然后包含像衣服的穿搭，那其中有一些单品我也要到了折扣码，全部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你需要的话记得去看一看哦。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点热推哦。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